情绪不是自己人造成的，外部压力的误导。有没有这种时刻，明明只是同事一句不痛不痒的话，你却整天闷闷不乐？老板只皱了个眉，你脑袋立刻演完被开除的全剧本。男友忘了回讯息，你瞬间从他是不是累了跳到他是不是不爱我了。这些情绪好像都跟别人有关，但真相是，这些让你炸锅的外部引线，其实点燃的是你早就放好的情绪地雷。不是别人让你情绪化，而是你的情绪早就在找出口。案例一，同事只是皱眉，我却整天心神不宁。泽浩早上开会时，向主管提出一个新企划。会议结束时，资深同事林强微微皱眉，什么都没说。结果泽浩从会议室出来后，就陷入自我怀疑，是不是我讲得太差？是不是我踩到林强的地板了？是不是我不够格？他下午完全没心情工作，一直想着为什么他那样看我。但后来才发现，林强只是因为早餐拉肚子，肚子痛没表情。这一整天的情绪内耗，不是因为林强一个表情，而是因为泽浩心中早就有个剧本，我不够好，别人不会认同我。案例二，男友不回讯息，我却崩溃。明明和男友交往3年，感情稳定，但有天中午，他传了一个讯息，你吃了吗？男友过了1个小时还没回，他开始刷 IG 看他有没有上线，重读讯息，确认自己有没有说错话，猜测他是不是故意冷落他，最后甚至传了10几则讯息，质问他是不是变心了。而实情是他手机没电，正在充电。他崩溃的不是那1小时的沉默，而是过去曾被前男友已读不回的伤害，让他无法承受不被及时回应。情绪表面看起来是别人造成的，但其实是记忆中的别人在作祟。我们常被外部压力误导的情绪真相。情绪是怎么骗我们的？一，外部刺激只是导火线，不是炸药本体。很多人以为情绪是事件导致的，但事实上，情绪更像是一个触发反应，事件触发加内在信念反应公式等于情绪爆发。比如有人批评你报告不够完整，如果你内在信念是我就是常搞砸，你会内疚加焦虑。如果你内在信念是他根本看不起我，我会愤怒加不爽。如果你内在信念是我不想被否定，你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适合这份工作。同一个事件，不同内在剧本，就会引爆完全不同的情绪地雷。二，情绪不是单点作战，而是连锁剧场。大部分情绪都不是单一事件造成的，而是被某个外部事件点燃了心中一整串没处理的情绪存档。这就像骨牌效应，小时候被老师当众羞辱，长大后对公开表达极度恐惧，被父母忽视感受，在关系中特别需要被关注与重视，曾经在关系中被背叛，对伴侣的任何质疑都放大解读。所以当某人一句无心的话刺到你，可能不是那句话，而是你早已在心里堆满了类似经验的证据库，刚好被这句话撞开了。为什么我们总是怪外面而不敢看里面？因为怪别人比看自己简单，怪别人比较快，是你害我不开心，是你不回我讯息，是你说了不该说的话，看自己比较痛。为什么我会因为这句话这么难过？我在害怕什么？我在逃避什么真相？
外部压力是一个好用的掩饰，我不需要承认我脆弱，只需要说是别人太过分。但这样做的代价是，你永远把情绪的开关交给别人控制，不为别人的行为负责，但为自己的反应负责。我们无法控制别人会不会白眼，会不会失约，会不会说难听话，但我们可以开始觉察自己的情绪是如何被这些行为引动的。不是你不能生气，不能难过，而是你有选择。你可以选择只是被触动一下，然后看清真相，而不是被整个情绪拖着走。情绪不一定要成为你的主人。结语：情绪的地图其实从你内心画起。你以为是外界风暴造成的情绪，其实是你心中的地雷早已埋好。你不需要怪自己有情绪，但可以开始问自己，我为什么在这件事上反应这么大？是不是我一直在等待别人的肯定，却没先肯定自己？是不是我一直怕别人不重视我，却没先学会尊重自己？是不是我一直期待别人来安抚我，却没问过自己怎么照顾自己？情绪是你内心对话的声音，只是有时候它的扩音器刚好是别人。学会听懂情绪语言的你，才不会再被外部压力误导，而真正懂得，原来我的情绪不是别人造成的，是我和自己一直没说清楚的事。